在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地方财政日益枯竭的阴霾下，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跨省抢钱大戏正在全国范围内悄然上演。各地政府部门，尤其是公安机关，正在以执法为名，将魔爪伸向富裕地区的企业和个人，上演着一幕幕令人瞠目结舌的合法抢劫。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地方财政官员私下透露，现在卖地根本卖不动了，再这样下去，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我们不得不另辟蹊径。这种另辟蹊径的做法，就是不顾行政区划，跨省到经济发达地区执法搞钱。一位熟悉内情的律师爆料，现在很多经济落后省份的公安都派人常驻在沿海发达城市，他们打着各种名义，其实就是来抢钱的。所谓远洋捕捞，就是某些地区的执法机关跨省办案搞钱。这种行为被戏称为远洋捕捞，就像渔船远赴他乡海域捕鱼一样。这些地方政府派出执法队伍，跨越千山万水，只为在异地捕获金钱。这种现象近年来愈演愈烈，手段也越发令人发指。他们的惯用伎俩是故意设局，引诱企业或个人入局。只要企业或个人的账户不慎接收了所谓的黑钱，执法部门就会立即出手，将账户内的资金全部冻结。这些远洋捕捞的主要目标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钱或看起来有钱的企业，另一类是有钱的个人。对于企业，如果与他们地区有些关联，他们就会直接下手；如果没有关联，他们就会精心设局，引诱企业上钩。一旦企业不慎落入陷阱，就会立即遭到合法掠夺。对于个人，他们的手法更加阴险，他们会将一些来路不明的资金转入目标个人的账户，然后以此为由，将整个账户的资金全部冻结。这些钱最终都会流入他们的腰包，而无辜的个人则背上了洗钱的罪名。据知情人士透露，一些地方甚至专门设立了创收小组，精心设计各种陷阱，引诱企业和个人上钩。一位不幸陷入圈套的企业家痛心疾首地回忆道，他们先是以合作的名义接近我们，等我们放松警惕后，突然就说我们涉嫌洗钱。3天之内，公司10几年的积蓄就被他们洗劫一空。这种手法并非个例。据统计，仅2023年上半年，全国就有超过1000家企业遭遇类似遭遇，被强行划走的资金总额超过100亿元。而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根据媒体的调查，目前这种跨省抢钱的行为主要有4种类型。敲诈型，找到与本地有业务关联的企业家，实施跨省抓捕，无中生有，罗织罪名，以类似于敲诈方式索取罚金。以点带面型，找到一家在本省有分支机构的外省大企业，发现其经营上的漏洞，然后以商业诈骗等重罪立案，抓捕集团总部高管，扣押集团财产和资金。一网打尽型，专门针对平台型企业，以传销定罪，查封银行账户，查没企业资金。远洋捕捞型，跨省蹲点，寻找资产质量好的企业下手，主动出击，捕捞大鱼。这4种类型的抢钱行为，无一不是对法治的公然挑战，对企业和个人权益的严重侵犯。他们就像4把利剑，悬挂在每一个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头顶，让人感到无时无刻不在的恐惧和不安。这场跨省抢钱的闹剧中，最令人瞠目结舌的莫过于武汉一家盲盒游戏公司的遭遇。这家公司原本是武汉高新技术产业的明星企业，却在一夜之间沦为广东顺德警方的猎物。据知情人士透露，顺德警方以砸金蛋疑似赌博为由，跨省逮捕了该公司的高管。然而，荒谬的是，这家公司的产品根本就没有砸金蛋这个功能。更令人愤怒的是，顺德警方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直接从公司账户中划走了高达3亿元的资金。
一位公司员工哽咽着说：“我们公司原本蒸蒸日上，有上千名员工，现在倾家荡产不说，还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这简直比强盗还要可怕，因为他们打着执法的旗号。更令人费解的是，这家武汉公司此前根本就没有一个顺德用户，直到被抓1个月后，才突然出现了几个顺德 IP 的用户。这种蹊跷的情况不禁让人怀疑，这是否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钓鱼执法？这就是引起全国关注的案例——语音社交平台伴伴 App 的遭遇。长相伴武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蓬勃发展的互联网企业，拥有1600多名员工。其开发的伴伴 App 拥有3600万注册用户和24万主播，是中国语音直播行业的龙头企业。然而，2023年4月，这家公司突然遭到广东佛山顺德警方的跨省调查，25名公司高管和员工被带走调查，罪名是涉嫌开设赌场。更令人震惊的是，在案件审理期间，被羁押在看守所的公司财务人员竟然被要求将公司及关联公司的银行账户资金共计3亿多元全部转入顺德公安分局的账户。一位匿名的公司高管痛心地表示：“我们公司多年来辛辛苦苦积累的资金，就这样被一夜之间洗劫一空。这哪里是执法，分明就是抢劫。”更令人愤怒的是，为了完成这笔合法抢劫，警方甚至不惜让被羁押的财务人员亲自操作转账。他们给已经欠费的手机充值，待被羁押的人员出看守所重新办理银行卡，甚至调整每日转账限额。这种行为已经完全突破了法律和道德的底线。辩护律师强烈质疑这种做法的合法性。他们指出，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涉案人员和企业的金融账户，只能依法采取冻结措施，严禁以任何方式变相扣押。然而，顺德警方的行为显然已经越过了这条红线。更值得质疑的是，顺德警方是否真的拥有这个案件的管辖权？据了解，直到抓人1个月后，办案方才发现有顺德人涉案。这种做法不禁让人怀疑，是否是为了创造管辖权而进行的钓鱼执法？这些令人发指的跨省抢钱案件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强烈反响。网络上，愤怒的民众纷纷发声，将这种行为比作公开抢劫，与土匪无异。一位网友愤怒地评论道：“这哪里是执法，分明就是穿着制服的强盗。我们辛辛苦苦打拼，却随时可能成为他们的提款机，这还让我们如何安心创业？”另一位企业家则担忧地表示，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遏制，恐怕会有越来越多的穷地方跨省抓附省的案件发生。到时候，不仅企业难以生存，就连普通百姓的存款也可能不保。更有专家预测，随着这种跨省执法越来越盛行，未来可能会出现本地警方与外地警方因争夺案件管辖权而发生冲突的情况。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破坏法治环境。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需要良好的营商环境来吸引投资，激发创新。然而，这种跨省抢钱的行为无疑是在自毁长城，不仅严重损害了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更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巨大讽刺。